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的晋城。经常有这样一句话：铜墙铁壁，固若金汤。这个一般是形容建筑非常坚固，主要是建于城墙或者是长城等等。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座古堡，它这个城墙呢，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因为它用的材料啊，就是用铁打造的，被称之为全世界最坚固的城堡。不管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，都没有被敌人攻破。在封建社会，用刀枪把它砍没用；在上个世纪，用大炮攻打也没有打开。它是三面环水，一面靠陆地，从而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。我们看这边的高度起码有10几米呀，如果往前面走一点，据说高的地方能够达到20多米。古代的人选择地方啊，真的是非常具有特点。有水源的话，三面环水，那么敌人很难通过水面来攻打这个城堡，它基本上呢只能够从陆地攻打。也就是说，这样就抵挡了敌人进攻的压力，然后可以把重心集中放在那个主要的城门进行守卫。在明朝末年，李自成来这里呢，攻打了差不多1个星期啊，没有攻打下来。在这附近有很多有名的古堡，在巅峰时期，像这样的古堡据说有50来座，但是现在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一座。可以想象得出来，这一座古堡它的与众不同，它的坚固，因为只有非常坚固，经历了战乱保存下来。在附近呢，还有一个皇城相府、天官王府。这个古堡叫做底基城，也叫寨上，在山西省晋城市的阳城县东。我们说铜墙铁壁以及固若金汤，一般形容的就是古城的城墙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古堡的城墙，非常高大呀，有10几米。当然旁边还有更高的。它这边的结构呢是石头以及砖结构，那这些石头就像是放大版的鹅卵石。我们在这里看的是这些结构，如果走到里面看，它这个城墙的结构完全就不一样了。铜墙铁壁，那这座墙里面呢，真的就是有钢铁制作的城墙，这个很少见吧。在这里还能看到一点，等一下我们去里面就能够更详细的看到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城墙里面走一走，看看它到底是如何的固若金汤，如何的铜墙铁壁。这一块是石头建造的，上面还有个孔，感觉跟我们旁边看到是不一样。那这里呢，一般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城墙的角楼，这里面呢是空的，有人站在里面守卫防守，特别是这里有2个圆孔，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射击孔或者是炮孔。如果有土匪有敌人来攻打这里，他可以从这里反击，当然上面也是可以的。那大炮一般就放在这2个位置。这一块是南门，由于这座古堡呢是三面环水，一面靠陆地，那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必经之路了。在北面还有一条水门，现在准备进去了。我也是用的年卡，在山西也有旅游年卡的。底基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看一看，非常高吧？以前上面都是有人守卫的，上面有个阁楼，不知道能不能上去。往里面走，这个门肯定是现在修缮的，以前的门应该可能更厚。一进来我们发现呢，它这边的建筑啊是依山而建，整体这块不是一个平面，它这里高低不平，主要是这个古堡它是建立在一座巨大无比的磐石上面，石头没有平的，那么自然而然它里面建造的房屋呢都是在坡度上面。这个就跟我们在云贵川看到的很多房屋建在山上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个底基城呢，它整体占地面积是约6.6万平方米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陆地。它是明朝末年建造的，这主要是由于明朝末年当时属于天灾人祸比较多，导致呢有很多土匪，像山西这一块有很多晋商，晋城这一带呢也有很多。当时呢，很多晋商家里呢就被土匪打劫了。那么当时生活在底基城这一带的晋商呢，
他们就组织起来修建一座城堡，以便防备外来之敌。在当时，整个这一块大大小小的城堡非常多啊。你像离这里大概5公里还是6公里，有一个防城相府，他们也是明朝修建的，也是修建的固若金汤，有很高的城墙。我们其实来到山西呀，你可以看到很多晋商大院，它都是有很高的围墙。这主要是由于在明朝和清朝经历了2次比较大的战乱时代。第一呢，就是明朝末年有一个农民起义，而到了清朝中后期呢，也有很多这种局势不好的情况。那么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呢，就修建了比较多的那种城堡，甚至有一些晋商在太行山里面修建了一些山寨，以便作为不时之需。那么这座城堡自从修建起来就一直没有被攻破，当时李自成派人攻打了7天7夜没有打下来，就跟皇城相府一样，所以修建的是非常坚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导览图，从这里进来，整个这一块黑色的就是城墙。刚刚我们这2次看到的是炮台，大家发现没有？炮台呢主要是集中在陆地上面，水域这一块呢是没有炮台，因为敌人不好攻击嘛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基本上是要靠陆路才能攻打上去的。在里面呢，你看有长滨洞，有关帝庙、土地庙，在山西冯村就能看到庙，还有宋金城墙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在宋金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明代末年留下来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个清代翁城，这个翁城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平时看到的翁城呢是在地面上面的，而它这里的翁城呢可以叫做水翁城，等下到了详细再讲。现在呢我们就绕到这边看一下吧。走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有很多那种明清的老宅呀，尽管是经过修缮的，但是明显的看得出来，特别是我们通过航拍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房屋，那些老房屋很多很多啊，是由于这个地方在明清时期比较繁华，总共呢是有5名进士，17位举人，这个算是一个书香门第之宝。我们说书香门第之家，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古堡就当时读书人很多，那么进士在那个时候的地位很高，他们是可以做官的。在明清的时候，如果做了官，一定会在老家修建豪宅的。还有一点呢，明清时期这个地方的炼铁技术非常发达，只要一个地方产业非常发达，那么它的商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，有很多商人过来。那么本地的人，他如果是有作坊的话，成功之后肯定是会建造豪宅大院的。这个就跟在山西看到的很多晋商大院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些房屋就是以前的了，我们刚才外面看到一些是经过修缮的，而这个肯定是原版的。像这些都是以前留下来的，只不过倒塌了，后面重新修建修缮了一下。再往前走，可能就到了城墙那一块了。我们现在空中看的话，它这房屋比较密，有点像我们说杂乱无章，其实在以前啊都是比较工整的。你看这家门口有这种抱骨石，那么在封建社会，这种的话基本上是当官的家中才能摆放这种的，商人家里是不能摆放这个的。在封建社会，你摆放什么，门是什么样的，房屋是什么样的，都是有明文规定的。这上面应该是有鹿吧，很精美啊。现在这种已经很少了，这个估计也有几百年的历史。我刚才在航拍的时候发现这房屋呢不规整，我感觉有点杂乱。后面来到里面仔细看了一下资料，才知道它这里是故意这么设计的。我们平时看很多城堡，它里面是有十字街，就比较规划的整齐。这里呢是属于丁字形，因为整体建造这座城堡就是为了防御使用的嘛。假如说敌人攻破了这个城堡，如果是按照我们郑乾以前看的那些古城里面的街道啊，很规整十字形或者一条道走到底的话，那敌人就很有可能能够在城堡里面快速推进。而是这种丁字形不规整的话，那么敌人如果进来了，能够延缓他的进攻。
甚至说他可能会迷路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够使城堡里面的人呢，一个组织有效的抵抗我们说的巷战。另外一点呢，是能够很好的组织人员从北门出去，就相当于躲避嘛。这里面的豪宅非常多，我们现在简单的去看一座。这一座主人是叫做张东仁，乾隆时期的一个官员，差不多当了40年的官，历任江西、苏州、扬州知府。据说呢是官政廉明，卓有政绩。更难得的是呢，他是清朝有名的数学家，也是藏书家。现在看起来保存挺完整的，尽管没有我们之前看的那些晋商房屋大，不过呢，这个也算是大户人家了。这一栋房屋应该是在修缮，现在里面是没有人的。整个这个底基层里面的很多老房屋还是有人居住的。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，你看这个房屋缺了一个角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旁门左道啊。我们现在说旁门左道不好，其实在以前呢，这种是房屋的一种建筑形式。像我们说的衣冠前授是官员胸口的那个补符，而旁门左道呢就是这种，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角收回去了，让别人走这里的话不会碰到。现在往下走，到处拐弯呢。只不过说由于时代的关系，很多损毁了，重新又修缮了。这里有个路牌，干锅城墙炮台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铜墙铁壁。还有宋金古城墙，它这个城墙现在是经过一些修缮的。在这一块城墙上面完全不一样，弄了一些铁皮覆盖着。我猜想下面应该就是宋金古城墙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的建筑是明朝的，不过呢，它在宋金时期，这里已经算是一个古堡了，因为在宋朝经济也比较发达嘛。在城墙上面，当年时时刻刻都是有人守卫着的，特别是战乱时期，上面的人还不少。现在我们往这边走呢，应该是能到达这个古堡的北门。北门非常有意思啊，叫做水门。南门呢是叫做陆门，一个陆地，一个水域，就是阴阳交汇。这个设计的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我们到了这边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啊。它这个水门呢，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瓮城，就是这一块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整个上面比较高，在下面比较矮，这就是典型的瓮城。这个瓮城外面是连接着河流。它为什么会叫水门呢？比方说，敌人呢，如果从那个城门进来了之后，那么上面的人呢就可以放水，可以整个把瓮城淹没了，水淹三军一样的，很有特点吧？在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的，这个在全国应该是唯一的。前方看到的就是北门，也是我们一直说的水门。从这里进去呢，是刚才说的瓮城。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北门呢？主要是由于当时这里面呢有很多晋商在这里居住，他们经常要运送货物的话，就从旁边的这个河流运到这个北门，然后进这个古堡里面。因为在封建社会，水运的话比陆运更方便。还有一点呢，这个北门水门也算是一个逃生通道。继续在这个城墙上走一走，在前方有看到2只铁牛。一般在城墙上放置铁牛很好理解了，就是希望这个古城城堡固若金汤，不会受到损害。这个铁牛在以前就有啊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17年复制的。2只铁牛在这里仿佛就是监视着城外那个河水的涨幅。一开始我们说这个城墙是铜墙铁壁，那现在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个铜墙铁壁法。在这里呢就展现的比较清楚，从这边一直往前看，整个城墙有点像蜂窝状，有很多孔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呢这个东西可非同一般了，它是叫做干锅。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啊，这主要是由于在明清时期这个地方呢属于
炼铁的好地方，全国60%-70%的铁都是从这里炼好运送出去的。当然，这里不光是明清的时期啊，在春秋战国这已经有那种铁作坊了。那炼铁之后呢，铁水就灌到这种锅里面冷却，那冷却之后就有那种残渣一样的，就变成了干锅。那么当时他们建造城池的话，就把这些干锅放在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要这边的干锅太多了。在当时他们修建这个古堡、修建这个城墙的时候，主要就是考虑到安全，怎么样使这个城墙坚固不倒塌。那么就有工匠在看到这些干锅的时候，就感觉可以用，因为这些干锅是炼铁水时后面废弃下来的，那么肯定也是相当于是铁制品了。他们就把它放在城墙里面去了，然后经过一层一层累加，可能当时呢还加了一些铁水浇筑上去，这样的话这个城墙就非常坚固了，变成了固若金汤铜墙铁壁。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后面复建的，像眼前这些全是原版的，一层一层的干锅叠加上去，可以说是比石头、比那些砖块更坚固。这种建造城墙的方式也是全国唯一的，因为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用石头、用砖块、用黄泥土去打造城墙，而这里呢用这种干锅、用真正的铁去建造，这是第一个地方，也是最后一个地方。不光里面能够看到这些干锅，我们刚刚在外面同样也能够看到。看完了这个铜墙铁壁的城墙，我们再去看一下炮楼。刚刚我们在外面不是看到有2个圆孔吗？也是在城墙上面，就是从这里上去。哎呀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种铜墙铁壁的墙壁非常厚啊。这就是炮楼了，当时是有大炮架在这里，可以看到非常大呀，既是炮楼也是枪眼的。你看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。那么当时这里面的守卫人员应该是挺多的，这个方向也有，这边是南边，那么这个应该属于西边，靠近河流方向。在炮楼旁边也有一栋古宅，清代早期建的，它是叫做郭章，是陈廷敬的儿女亲家。陈廷敬呢是康熙的老师，他的宅院叫做皇城相府。这个人非常厉害，我们之前也去过那个豪宅。那么既然这个人能跟陈廷敬结成儿女亲家，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。他就是康熙的御厨，给康熙做饭的。据说呢，他用食疗治好了康熙的失眠，并且呢，在后面康熙签收宴的时候，他又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名的菜系——满汉全席。这个大家都听过了。有这些身份，他才能跟陈廷敬结成儿女亲家嘛。因为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，经常在康熙身边。那么这个人帮康熙做饭，那也是天天跟着康熙的。那这样2个人熟悉起来了，就变成了儿女亲家了。当然，他这个宅地肯定是比不上皇城相府的。这里面现在还有人居住，我们就不去看了。这座古堡建设的固若金汤、铜墙铁壁，那么有没有发挥作用呢？确实是有啊。在明朝末年，由于时局的关系，土匪横行，后面呢还有起义军，比较著名的就是李自成的那个起义军嘛。当时他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攻打了这些大院，因为在晋城这一块呀，晋商大院以及这些官宅比较多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不远处的皇城相府，还有呢天官王府。那个天官王府呢，是当时明朝的一个吏部尚书退休回来，在这边居住。其实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山西的很多大院呢，特别是这种官宅，都是他们在朝廷当上了大官，然后呢就在老家修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豪宅。那么当时李自成包括他手下看到这样的豪宅，肯定都能够知道里面肯定是有很多钱财的，那么自然而然会去攻打。那有一些建设的是固若金汤，
就像这个敌基城或者皇城相府就没有被攻打下来，这样的话就保存了。另外一些大院呢就被李自成攻破了。你像我们一开始说的，像底基城这样的城堡在当时比较多，而现在能够保存完整的就像这一座了。这和他们当时用的材料有关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干锅，真的是城墙里面放满了铁啊，我们就说钢铁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建成400来年从来没有被攻破，明朝末年没有被攻破，清朝中后期没有攻破，上个世纪日本人也没有攻破。固若金汤，铜墙铁壁，真的称得上是名副其实。那这个古堡以及城墙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